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一家之前分享过的科技公司 Inari， 并看看他们最近的庞大企业活动与他们的利好与利空。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来聊聊一家科技公司，看看他们最近的扩张和势头。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家科技公司，小编在去年2020年12月19日的时候就为大家分享过，而当时的股价还没做 bonus issue 是80级33仙，而在1月7号做了1送1的 bonus issue 之后，股价也被调整到了40级86仙，之后并一波三折的到达了如今70级15仙的股价，从上支影片到现在已经上涨了73%。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股价在这几个月的时间成长如此快速呢？小编将在今天的影片为大家揭晓。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容许小编我在这里打个小广告，扭转乾坤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又再次开放给新会员加入了。在这里，小编会发出马股大小时事分析报告和你问我答环节活动。此外，如今加入的朋友们还能额外得到免费的10拿9稳马股分享会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点击连结，直接联系扭转乾坤的 Telegram 加入哦。回到正题，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他们的业务，因为详细的业务分析，小编我已经在上一支影片讲解了。那么 Greatech 的业务在马股内主要被区分为 ATE。Automation Testing Equipment 自动化测试设备，因为他们的最主要的业务就是 Production Line System， 也就是生产线的系统，就是当你要生产一些机械或者产品，你找上 Greatech， 他们就会帮你研发和制作一整条生产线。那么他们的生产线系统业务在2020年的财政年是占了他们总收入的 91.9%， 而其他的业务就有他们的 Single Automated Equipment 单一自动化设备和 Provision of Parts and Services， 就是零件和服务的提供商，各占了他们业务的 1.8% 和 6.3%。所以我们看到主要的收入都是来自他们的生产线系统业务。那么他们在2021年之前的主要客户就是在美国上市的 First Solar， 占了他们主要业务的 80% 以上。但是来到了2021年，我们看到 Greatech 业绩的高速成长，原因就是他们如今找到了新的大客户，那就是 Lordstown Motors， 主要为他们生产 Electric Vehicle Energy Storage， 也就是电动汽车储存能源的部件的生产线。这也导致了他们2020年第4季度的盈利暴涨 37%， 并在接下来的季度都看到了明显的盈利增长。那么关于他们电动汽车储存能源部件的生产线，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影片为大家讲解。我们先来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如何。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 95.1 个 million 增长到了这个季度的 136.4 个 million， 也就是一共增长了 41.3 个 million， 43.4%， 看似非常亮眼，但是盈利却从上个季度的46.6 个 million 减少到了 38.4 个 million， 也就是 8.2 个 million，或 17.5% 的降幅。至于盈利率也从上个季度的 49% 下降到了这个季度的 28.1%。那么肯定很多人就会好奇了，为什么收入暴增，盈利和盈利率却减少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季度受到疫情的影响，导致运输成本膨胀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那么运输成本的上涨是因为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他们从原本的海运换成空运，以便更好的履行对客户的交货承诺。但是他们表示这都是客户的要求，相信之后这一些成本是能够收回来的。此外，对比上个季度，他们的外汇盈利也下降了 5.9 个 million， 和行政与营销费用增加了 2.24 个 million， 所以这个季度的盈利和盈利率呈现了下滑。那么看完了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如今的扩张。我们先来说他们生产线业务的新领域，也就是电动汽车储存能源部件的生产线。那我们看到这一项业务是在2021年才真正的占据了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一共贡献了他们2021年的 52.3% 的收入，甚至比他们之前太阳能生产线还要来得高，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扩张。那么我们马上来看看他们如今对这个新领域做出了哪一些的扩张。首先就是他们在 Batu Kawan BK3 占地 6.8 个 acre 的工厂，预计将在2021年的第4个季度开始建造。然后就是他们 BK4 占地11个 acre 的工厂，预计将在2022年的第1个季度开始建造。那这两家工厂都将为他们电动汽车的客户提
供产品和生产线。此外，他们的主要客户 Lordstown Motor 终于将在9月的下旬开始限量生产卡车，而且电池生产线已全面投入运作，相信这也将在未来提供更多的销量给 Greatech。但是，相信有关注 Greatech 的朋友们也应该知道，之前在3月15日 Lordstown 传出了假订单的消息，也让 Greatech 股价暴跌。那么，想要了解这一件事情的详情的朋友们，也能到扭转乾坤的面子书了解哦，因为我们曾经对此发过贴文分析。那么，虽然说假订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季度 Greatech 的应收账款是有在减少的，说明顾客也真的有在给钱。之后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 Greatech 的客户太过于单一，将会成为风险。那么管理层表示，他们将在未来2020年有望在电动汽车领域增加至4位客户，然后未来的目标将会是达到8位客户。因为如今电动汽车已经成为了未来的趋势，相信 Greatech 往这一方面的发展将会越来越正面。那看完了他们新领域，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太阳能模板的领域。根据研究报告显示，在今年2021年是预计他们太阳能生产线的业务将会稍微的下调。此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预计今年 First Solar 太阳能对他们公司的收入贡献将会占 40.3%。那么虽然最大的收入不再来自太阳能模板的生产线，但是这也并非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也将他们的客户多元化。此外，他们的唯一客户 First Solar 最近也宣布了2项扩张，那就是在美国的 Ohio 扩张一家 3.3 个 GW 的太阳能发电厂。First Solar 表示，这将会是在中国以外最大的发电厂，年产能达到6个 GW。而且预计将在2023年启用。之后还有就是 First Solar 宣布，他们将计划投资6.84亿美元，在印度新增一个完全垂直整合的光伏薄膜太阳能组件制造工厂，并在2023年启用。相信这2项计划将会再次推动 Greatech 的收入，毕竟更多的工厂将会需要更多的生产线来扩张，对于 Greatech 也将会是一项利好因素，因为他们预测这将会为 Greatech 带来大约30至50% 更多的合同订单。那么了解完了他们2项主要的业务，其实 Greatech 也正在准备进军医疗领域，也就是制造医疗器材的生产线，因为他们如今正在进行着总部的扩张，也就是在增加97000平方英尺的工厂，而这一项扩张将会在2022年的第1个季度开始建造，以迎合医疗客户以及购买机器和工具的需求。那么刚才说到的，其实很多都是他们在未来1至2年的扩张。至于他们如今的订单表现又如何呢？他们表示，如今他们的累计未完成订单大约为206个 million， 将足够支持他们的运营直到2022年中。而且他们表示，在剩余的2021年，他们的目标将会是达到550 million 的累计订单，而主要将会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生产线和现有电动汽车的客户订单。如今我们可以看到 Greatech 基本上是乘着市场上的大趋势前进，电动汽车、太阳能、医疗设备，他们都将在未来掺一脚。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家公司未来将会更上一层楼吗？觉得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不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2，并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